2026年7月3日上午10点半，北京八一大楼，中共军委晋升上将，一个张曙光，一个王刚。习近平满脸倦容，那个表情一看就根本不愿意来，走起路来大腹便便，拖着脚，身体什么状况咱们都知道。真正邪门的还不是他的脸色，是晋升上将的。有一位是统帅躲了2年的申代公，完了他还得亲自授衔儿。整场仪式脸部特写只给了习近平一个人，2个上将愣是一个正脸特写没捞着。为什么？咱们看看这2个人是不是他的人，您就全明白了。先说张曙光，军纪委书记。进贤说到底是论功行赏，那军纪委的功是什么？习近平亲手提拔的9个上将被立案审查，送到军事法庭。办案的正是军纪委，现在论功行赏，功劳大到直接上将。您说习近平愿意吗？再说王刚上将，官宣的空军司令员，他前头那位司令常丁球，去年年末就有风声传出来，说人在审讯期间心脏病发，官方到今天一声不吭，那可是老习攻打台湾的新锐啊，那又能怎么样？如今空军新司令的上将星倒是先发下来了，主持仪式的军委副主席张生民，领衔进贤的张曙光，2个人的姓里都结结实实带着一把弓。推背图第46项怎么说的？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箭，勇士后门入地宫。习近平为了躲这把弓，把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清洗了，可他防不胜防，越清洗身带弓离他越近。4中全会军纪委书记张生民当上了军委副主席，姓张。如今军纪委的张曙光当上了上将，又姓张又带着弓箭来了。你看习近平怕不怕？咱们还是那句老话，讲正题之前，喜欢这期内容的朋友麻烦动动手指，点个赞，点个订阅，再点开小铃铛。您这一下就是帮江峰世界冲破平台的限流，让更多还蒙在鼓里的人能看到这些他们看不到的真相。好，咱们书归正传。先说张曙光这个人为什么必须提拔成上将，这就得说说他手里的秘密档案。军纪委是军队里的办案机关，立案、留置、审讯，全军将官的案子都从这儿过。9个上将，几十个中将，口供、材料全存在军纪委。而审讯这个东西是审1个咬出3个，咬出来的名字有的官宣了，有的还压在案卷里没动。这里边谁的材料已经被军纪委攥在手里还没动，压着多少条没查的线索，张曙光心里门清。这就是张曙光的分量，手里握着全军将官的黑材料。现在他成了上将了，在军队里当官的那些人心里都得琢磨一下，他是不是也掌握着我的材料。所以张曙光这颗上将星是谁定的，为什么必须给他，你也就明白了。做这个决定的人要的就是这个信号，把管案卷的人提拔成上将，等于是告诉全军，他不仅立了功，查倒了9个上将，手里还压着别的东西，随时可以接着查人。那么张曙光是谁的人？他这个人一辈子没离开过军队的纪检系统。军改以前，他在总政治部纪律检查部当到案件审理局局长，全军将官的案子查完了，审完了，最后从他这个口子过。也就是说，军改以前全军案卷的最后一道关就在他手里。那时候总政的当家人是张扬，2012年到2017年先当总政治部主任，军改之后是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曙光这个案件审理局局长就是张扬当家那几年干上的。再往上倒，这条总政线的老根叫于永波，当了10年总政治部主任，紧跟邓小平的人。也就是说，张曙光的根扎在邓小平传下来的总政老线上，跟习近平没有1分钱关系。张扬后来2017年8月，郭伯雄、徐才厚的案子烧到他，被带去谈话调查。11月23日，他在自己家里上吊了。可是习近平还是没放过他。官方定性，
以自我了断对抗组织审查，死后开除党籍。老领导一死，张曙光的日子立刻就变了。第2年，他从军委机关被挪出去，到北部战区空军当纪委书记。这一做到2021年底，才当上了陆军的纪委书记中将。然后就是这2年，他所在的系统帮着张生民，把习近平的9个上将一个个查进了案卷。去年4中全会，张生民升了军委副主席，军纪委书记这把刀把子交到了张曙光手里。现在他晋升上将，军纪委书记兼军委监察委主任，全军的案卷正式归他管。习近平把他的老领导张扬逼走了，把那个名字钉进流毒名单，让全军批了8年。8年之后，老领导手底下管案卷的那个局长接管了全军的案卷，到八一大楼摘取了那颗上将的心，查习近平的将军。对张曙光来说，这是公事，也是清算旧账。讲到这儿，肯定有观众要拍桌子了。不对啊，命令是习近平签的，衔是他亲手授的，他疯了吗？给这么一个人升上将？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中共这套机器最会骗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他把最后一个动作摆在镜头前面给你看，真正决定结果的那些动作全藏在镜头外面。你看到的是习近平签字，可你没看到的是名单是谁定的，案子是谁办的，军中谁点头了。墙外的爆料讲得直白，如今替军委主席管着日常的是刘源，办公的地方就是八一大楼里那间军委主席办公室。您先别急着说信不信，看一个细节，刘源去年几回在公开场合露面的照片，是不是都穿着军装？要出入八一大楼办公就必须着军装。那您说，一个退了休的人没事老往八一大楼跑干什么去了？也就是说，习近平现在能给将军授衔是别人定好的，到了授衔仪式这一步，只叫办手续，他负责发命令状、握手、合影，就这几个动作。为什么还让他站这个台？因为他名义上还是军委主席，这块牌子还有用，明着喊打倒这个人，那等于打倒这个党的合法性，留着他的脸，他的签名，中共这台机器看上去就还没散架。于是就有了授衔这一幕，用他的手提拔别人定好的人，这就叫以一制一。堂堂军委主席怎么混到只剩签字的份儿？这笔账往回翻2年，咱们一步一步看。2024年7月3中全会，他中风，军权那会儿就易了手。墙外的讲法是，当时张又侠就把他给控制住了，然后通过刘源往外联系，4个小时就联系上了胡锦涛。到了去年6月底，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得不讨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说白了就是在常委会之上另搞了一个中顾委，紧跟着就是93阅兵墙外的说法。张又侠、刘振立趁着这个机会，把第82集团军部署到了北京的城内外。去年10月4中全会，习近平带头做了检查，表示愿意用华国锋的模式下台，可官方一个字都不吐，他还在台上。这个路数，华国锋的时候中共就是这么用。今年1月20号，习近平这边反扑了一把，张又侠、刘振立出事，4天后国防部官宣调查，可是折腾了这一场，军权老习照样还是没拿回来。接着往下说之前，先跟各位老朋友念叨一句我自己天天在用的东西，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咱把话说透，有朋友说，江峰，你老在节目里说黑参，是不是就惦记大家兜里那点钱？我跟您说句实话，频道要运转，广告有收入，这是实情，我不瞒您，瞒着您那才是拿您当外人。但您也反过来想一想，江峰要是为了钱，什么东西都敢往外推，砸的是我自己的招牌。这个玄宝黑参是我自己天天在用的，切片泡水也行，含着吃也行，一根能吃1个礼拜。东西好不好，身上受不受用，您一入口自己就知道。而且不光我说好，它是我们观众里回头客最多的一款，很多人是一买再买，这个做不了假。正因为它是真东西，我才敢跟老朋友开这个口。福利还是那个实在福利，
结账的时候输入咱们频道专属优惠码 JF， 每单买满500美元，直接送一整根高品质玄宝黑参，上不封顶，买满1000送2根，多买多送。您要是真想囤1年的量，普瑞堂就得乐呵呵的往您家多寄一摞。用了优惠码还有全球包邮，直接送到家。购买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置顶评论区，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好，咱们接着说，王刚这纸任命不是今天突然冒出来的，其实1年前风就已经开始往外放了。2025年7月，解放军一个高级代表团去巴基斯坦，跟巴方交流刚打完的印巴空战经验。你想跟人家空军总部谈作战经验，这是司令级的出访，可带队的是参谋长王刚。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直接把王刚叫成中国空军首长。过了几天，搜狐一篇报道这次访问的文章，正文里写的是空军参谋长王刚中将，照片图说里印的却是解放军空军司令王刚中将。所以早在1年前，空军司令王刚这几个字就已经从墙内的文章里露了出来。图说可以印错司令级的出访，错不了，那正牌司令上哪儿去了？2024年11月12日，珠海航展开幕式，当时的空军司令常丁球还在台上致辞呢。这个人1967年生，2021年54岁，被习近平破格提成空军司令，全军最年轻的上将。墙外一直管他叫习家军攻台的主力。到了去年7月31号，国防部的8·1招待会，他还出席了。不过这是他最后一次被确认出现在公开场合。后来9月份的长春航展，常丁球就没去，这事儿反响挺大，因为航展是空军自己的主场，他当司令以后回回都到，而且这一回不光他，政委郭普孝还有一位副司令也都没露面。去年11月，墙外就传出这位空军司令已经落马。到了12月，说法更狠了，说他在军纪委留置审讯期间突发心梗，人没了。这一条您先当爆料听，但是官方从头到尾关于常丁球的下落一个字都没有。一个现役的空军司令，习近平亲手破格提拔的全军最年轻的上将，就这么从人间蒸发了，连一句因病去世都不给。到今天连维基百科都把他的任期写死了。2021年8月到2025年12月，继任者王刚，人没了，活儿得有人干。墙外的爆料说，今年1月起，空军的军事日常就是王刚主持，中间他还过渡了一站空军副司令，级别一格一格补，可就是不官宣。到了6月29号晚上音乐会，7月1号庆祝大会，张曙光、王刚2个中将连着2回和国防部长董军、中部战区司令韩胜言坐在一排，这说明他们的职务层级已经上去了，就差肩膀上的星了。果然第3天7月3号，8·1大楼官宣落锤，王刚空军司令员晋升上将。2位上将，张曙光的底咱们教完了，王刚是谁的人还欠着没说，简单考证一下就清楚了。2014年，王刚就是空军司令部军训部的部长，管全空军的训练，副军级，连少将那颗星都是2016年5月才补给他的。往后他就在这个级别上蹲着，一蹲11年。到底是谁不提拔他？是许其亮10年的军委副主席，替习近平看着空军这块地。那把王刚带上来的又是谁？是郑群良，当年分管训练的空军副司令。2014年珠海的国际飞训会议上，郑群良台上致辞，王刚跟着发言。而郑群良这个人是2005年的少将，2011年的济南军区空军司令，2012年的中将，外加中央候补委员，这一连串台阶全踩在胡锦涛当军委主席的任上。去年12月那2颗星，韩胜言、杨志斌，都是空军出身，少将都是胡锦涛手里收的，也都被按了10年的人。所以你看这7个月连续有空军3个将官被提升为上将啊，他们基本上都是胡锦涛的人马。现在
您再回头看那排椅子，6月29号晚上的音乐会，7月1号的庆祝大会，同一排座位连着摆了2回。国防部长董军、中部战区司令韩胜言、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这几个上将，中间插坐着4个中将：张曙光、王刚、祝传生、陈德民。前2个已经升为上将了，大家都在说马上另外2个也快了。这4个人是谁的人？咱们一个一个手掌。张曙光、邓小平总政老部下张杨的人马，属于胡锦涛派系。王刚是胡锦涛挺看重的空军人马。陈德民墙外已经考证出来，他要接的是苗华留下的政治工作部主任，而他的背书链考证出来还是于永波的总政关系，从于永波到徐才厚，然后张杨，一路传下来的。您品品这个安排，管案卷的上将给了张杨的旧部，管帽子的官位还要给张杨的旧部。祝传生这个人的老底墙外还没扒完，连公开履历都查不着几行，可有一条能钉死，他能坐进那一排，职务就已经到了那一级。而习家军的将官名单里翻不着这个名字，他是谁的人？等到他晋升的时候咱们再看。军委那张桌子什么时候补齐，补上来的是谁？用不着猜，答案就坐在那排椅子上，数来数去基本上都是胡锦涛、邓小平派系的人马，没有一个是那个人的。推背图第46项说，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您看入地宫的全上位了，后门口还排着队。他躲了2年的那把弓，如今亲手扶到了自己身边，防不胜防。这支共军已经不姓习了。看到这儿的朋友，顺手点个赞，点个订阅，咱们下期接着拆。